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媒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苏35和 S400的零部件，这个消息可信吗？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4号发布消息，说中国不仅向俄罗斯提供了类型广泛的军民两用物资，还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用来生产制造苏35战斗机、S400防空系统制导雷达的零部件。这个新闻呢，让很多人异常的吃惊。不少西方的分析人员都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自从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呢，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禁运和制裁，但是有相当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跟风美西啊，有一些国家还向俄罗斯提供了一些武器装备。目前西方认为查有实据的包括伊朗、朝鲜，但是这里面没有中国。美国一直是非常的担心中国会放弃中立的立场，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特别是信息化的武器装备，无论是雷达、光电传感设备，还是指挥控制通信系统，中国的产品都已经是世界一流，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少的东西。另外呢，美国也特别的担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能够让俄罗斯生产或者是开发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的零部件。苏联解体以后啊，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的体系并不完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乌克兰冲突的爆发，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啊，也并没有上升到今天这种绝对化的程度。俄罗斯即使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裁，但是还是能够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到军民两用的生产设备和电子元器件。乌克兰冲突爆发以后呢，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口渠道全部中断，俄罗斯在武器装备的批量生产上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中国呢，是能够向俄罗斯出口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军用电子元器件的，这是因为中国遭受西方制裁的时间更早。时至今日，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也并没有解除，这迫使中国自力更生呢，解决核高级产品的国产化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军工科研生产所需要的材料、器件和软件已经完全实现了立足国内，并且有能力出口。如果中国向俄罗斯大量的提供军用电子元器件，俄罗斯当然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了。俄军的战场态势感知和指挥调度能力将大大提升。但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与 S400 和苏35根本就没有关系。这两款型号的武器装备完全是俄罗斯的自主产品。中国虽然少量进口了 S400 和苏35，但是并没有必要为它新建一个配套体系，因为中国已经能够生产更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的战斗机。中方主要是从俄罗斯进口一些备品备件，让这两个型号服役到寿命的末期，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就可以了。从俄罗斯的出口情况看呢，这两个型号似乎也不缺少零配件的供应。俄罗斯正在向印度提供新的 S400 作战单元，交货的速度比冲突爆发之前还更快了一些。俄罗斯还与伊朗达成了战斗机换无人机的协议，用苏35战斗机交换伊朗的见证者136、迁徙者6无人机这些型号。如果没有足够的零部件供应，俄罗斯是无法做这种交易的。因此呢，《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俄罗斯或许从中国进口了一些民用的电子元器件，但俄方有没有把它们作为军事用途，有没有通过一定的改造或者是加固来生产武器装备，这并不是中方所能控制的。因为这些器件本身是民用产品，它不受有关军火出口法律法规的限制。美国也没有理由因为这种问题来指责中国。假如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手电筒提供给一线的军人，那也算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军火了吗？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嘛。美国应该重视的恐怕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你不要在对华关系上逼人太甚。如果局势发展到某种程度，迫使中国必须和俄罗斯结成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那么中国强大的国防工业就会向俄罗斯敞开大门。到那个时候，美国就会看到他最不想看到的情形，那就是俄军强大而精确的火力席卷乌克兰，乌军被彻底击败，美国的战略布局完全落空。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